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口感松软香甜、豆香浓郁的黑豆棋子馍。做法呢也是稍微简化了一下，在保证口感的同时，味道还更好。材料简单搅拌就能做，咱们在家也能轻松完成。首先呢，先煮点黑豆，大概100克就够，用水清洗一下，浸泡上几个小时，可以前天晚上浸泡好放在冰箱里，第二天什么时候做都行。不过我觉着还不如红豆的好吃呢，但是用黑豆是这个糕点的特色。浸泡好之后呢，这也到了第二天了，就把黑豆捞出来放在锅里，黑豆里再放点白糖或者是冰糖，想吃甜点的就放上100克，不想吃太甜的放上50克就行。这个黑豆不好煮，所以水的话要多放点，大概就是黑豆3到4倍的量。黑豆就煮到用手一捏就碎了，就是熟了，就像煮红豆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水不够了就适当的再加点，水多了就多煮一会儿。煮好了之后里面的水不要留太多，稍微留一点就行。让豆子放凉了，糖水都渗到豆子里之后，再把这个豆子过滤出来备用。接下来呢，再来制作面团，是碗中加入120克黄油，80克的奶油奶酪，80克的白砂糖，2克的盐，先简单搅拌一下。今天的这个做法是稍加改动的就类似于司康饼差不多。做的时候有试了3种做法的，这种做法算是最简单最好吃的了具体的原因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那简单搅拌后再打入2个鸡蛋，就找2个稍微小一点的鸡蛋，大概1个也就50克，去掉鸡蛋皮，总共也就是80克的鸡蛋液。如果找不到这么小的鸡蛋，那就把鸡蛋打在碗中，加入80克的鸡蛋液。加入完蛋液，不需要把材料打发起来就简单搅拌均匀，就像视频里这种稀了吧唧的状态就行。接下来就再准备粉料，是350克做蛋糕用的低筋粉，30克的奶粉，还有6克的泡打粉，一起过筛加入到面盆中。如果没有低筋粉，用咱们普通做包子馒头的中筋粉也行，就是口感稍微略硬一点，不像低筋粉做出来这么松软。面粉过筛进去之后就把刚才那份黄油鸡蛋糊糊倒进去，简单搅拌以后，再把刚才的黑豆加进去。黑豆记着要把水滤出来，不然面团稀了，在烤箱里一烤就摊成饼了。像这种松软的糕点面团不需要揉，一揉就起筋了用翻拌的方法，或者是用手简单的揣一揣，把面团揣均匀，没有太多干粉就行了。那这个做法理论上是不正宗的，毕竟它叫棋子馍，馍嘛肯定是需要加酵母。之前也参考过一些视频，都是放酵母的，但是放酵母的做法呢不是很好操作的因为自己做咱都是真材实料，是加入了120克的黄油来提升味道。黄油会抑制酵母的生长，所以这种加入了大量黄油的面团醒发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当然也有2种方法去解决，不过做起来呢就稍微复杂一些。那在家里咱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经验，用酵母做反而更容易失败。用到的材料这些并不便宜的所以就改成了这种类似于司康饼的做法，口感上可以保证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上还更好吃。这也是我买了一些和咱自己做的做过对比的，毕竟是改了做法的，我要保证味道更好吃我才敢发出来的。那把面团和均匀之后，就随便找个模具压平，大概手掌的厚度，然后切成小方块。这些材料建议切成16块就行。切好之后直接扔在盘子里，烤之前刷上一层蛋黄。烤箱记得提前把温度预热好。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是把上火预热到180度，下火200度，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0到25分钟。想吃焦一点的就时间长一点，不能独立上下控温的烤箱就都用190度就行。烤好之后放凉了再拿，吃起来口感松软香甜，
豆香浓郁，中式的口味，西式的做法，简单又好吃，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好了，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也祝大家生活愉快。